Ford Ranger Wildtrak 有3.0公升 V6 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艾德，艾德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我的乱乱拍系列了。今天呢 ，Ford 呢就推出了一个 Wildtrak 的3.0 V6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哦。没有记错的话呢 ，Ford 以前 Raptor 呢都是柴油3.0的嘛，然后 Wildtrak 都是2.0 Bi-Turbo 的嘛。那这一次呢就来了一个3.0的，今天还可以做一个短暂试驾，然后我带你们去沃尔让 review 看一下这辆车 ，Let's go。没有记错的话呢，在去年还是前年啊 ，Wildtrak 呢就推出了一个带电量的版本，它还是一个搭载着2.0公升的 Bi-Turbo 涡轮增压引擎。今年呢就带一个3.0进来，价格呢大概是不到200千就可以买得到，而且你会看到旁边这边有专属的 V6 的这个厂徽，轮圈也稍微不一样哈，长得比较好看一点啊，我觉得很熟悉的车都不需要多说，非常帅气啊。但是我会更喜欢这个啦，所以你看到 Raptor 跟 Wildtrak 两个大分别吗？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一下，然后你看那个轮胎也稍微不一样啊 ，Raptor 的轮胎就是稍微粗一点，这个就是比较街用的 Goodyear 的这个 Caterham HG Tires， 前面是一个双活塞的刹车卡钳，后面呢就也是一个单活塞很大个的 Single Port 的刹车卡钳。Wildtrak 呢它是有 Leaf Spring 的 ，Raptor 呢就是跑 Absorber 的。Wildtrak 驾起来都这样舒服了咯，我不知道 Raptor 驾起来应该是更舒服，这个我还没有驾过，我驾过旧款的。如果你从后面这个角度看下去，外观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，Raptor 呢是更倾向于这个宽体，其余的东西呢就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啦。好吧，那之前我也是有拍过他们带电量嘛。至于内饰方面啊，它其实都毫不吝啬的啊，该给的东西都有，比如说这些皮革包覆，还有一些缝线，看起来都很好看。然后如果开关门的话，你不会看到有拉杆了的啊，所以手很方便的，直接按一下就可以开了。我觉得这个是又好看又实际的哈，不用用什么电子阀门，这个是最实际的。座椅的倾斜角度，我觉得是稍微有点直啦，可是我觉得还可以，我们坐进去看。虽然座椅有点直哦，可是它的发泡棉是很不错的，在我腰部那边有一点支撑。它的发泡棉也是软中带钢的哈，所以头部空间有大概一个拳头，腿部空间大概一个拳头多一点哦。后面还有给冷气出风口，这里还有一个power socket。还有 USB Type-C 插槽，上面顶色都是黑色的哦。这个 side step 呢，就可以看到 Raptor 呢就稍微不一样了，比较凸出来的。OK。配置就不多说了哈，我都会列在这个 description 上面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就是它的座椅啦，上面写的 Wildtrak Raptor 呢就更好看，更像于 semi bucket seat 的那种感觉。上车打着这一颗3.0涡轮增压的柴油引擎哈，它的 start button 在这边。哇，动画！直接把冷气开到最大。我还是很喜欢 Ford， 就是还有保留着那些实体按键，你看到吗？这是最好的，知道吗？最实际的啦，调温度啊等等的，这么大的荧幕，有 Apple CarPlay、Android Auto、Driver Assist 啊、V 歌啊这些等等都在里面。Ford 的界面一路来我都没有任何的投诉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很实用，全部都是列着美美给你，而且还有一些 3D 的那种设计。虽然可能在这个电话的时代来讲会有点过时，但是还是挺实用的。这些锁门在这边，左边也是有，哦，上面这边有2个灯，眼睛的收纳格啊。哦，上面这边就应该是麦来的麦克风，让你讲电话的时候用啊。没有灯哦。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，然后这些仪表呢是可以透过这边来做一些调整。如果你没有看到 RPM 仪表，你可以直接按这一边，你去到 Settings， 然后 Screen Content， 左边你就放 Tachometer， 右边就放 Oil Temp， 哦，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Boom。看到吧 ？RPM 看真的好看，你时速你要带回圆形的出来也是有的。这里有无线充电啊，换挡方式也是挺特别的哦。上面这里有一个按钮，一按一下拉下来，这里就是低了哦，很容易就是不小心拉到最高，拉到最低这样子啊。你要驾习惯，你要慢慢一格换。它的阻尼感是太松了，我觉得很容易就换到了。如果要进入手动模式的话呢，必须要这边按一个大概1秒钟，然后加减，2个置杯架在这边。这里还有就是切换它驾驶模式啦，你可以放 4A， 不然你要省油一点就放 2H 哦，因为你通常在城市里面没有什么需要用到 4 wheel 了。这个一打开了之后啊，
哇，就有一些360出来啦 ，camera 出来啦，可以看一下 4 wheel 怎么运作啦。这边还有一个 parking traction control off， 还有 auto start stop off。哦，背夹，哎，不错哎，我很喜欢这辆车，还有保留着这个开灯关灯的按键都是圆形的，直接转就可以了，很明确。我现在是用这什么，直接用 auto 就好。这个是仪表亮度啦，这个是什么？有谁叫我驾 Ford Wildtrak 或者 Raptor 的，可以给我知道一下吗？左驾驶这边还是有一个背夹 ，OK， 好，这边还有一个储物空间哦。打开引擎盖是要在左边这边 ，OK， 还是有电动调节的哦，左边这边。这是一具3.0公升的涡轮增压柴油引擎，有6缸 V6， 配搭10速的变速箱，可以产生250匹马力，600个牛顿米的扭力左右。OK， 然后我们就来加一个3.0公升的 V6 Turbo。所以这次你看到的镜头很特别哦，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有 test drive， 所以我就没有带到我的 Sony Cam 那些来，所以呀，就用 DJI 这样子这个角度，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 POV 的这个角度看呐。所以呢，这一次的 Ford 的 Wildtrak 就搭载着这个3.0公升的 V6 涡轮增压柴油引擎哦，因为之前的 Wildtrak 它是搭载着2.0公升的嘛，然后只有在 Raptor 才有3.0，那这一次就把它带入进来，然后售价也不到200千，大概190多就可以买到了。首先呢，第一点，坐进来呢，这辆车是非常安静的哈。虽然它是一个柴油，可是呢，你不会感觉到很潮，在这个室内的时候都感觉到非常安静，而且会听到那种微微的 V6 声，我觉得是真的很一棒啊，一点都不像柴油，我反而觉得它像汽油车哈。哇 ，Signal 在右边我忘记了 Ford 很把那一点，就是他们虽然是把左驾换到了右驾，而且不会忘记把这个 Signal 搬到了右边呢。3.0公升哦 ，V6 哦，德布哦。多少匹啊？250匹马力，啊，600个牛顿米的扭力啊，这个就是柴油的魅力了哈。所以啊，它的转速在1750 RPM 左右啊，它就可以拥有最高扭力了。这辆车输在就是没有 pedal shift。没有换挡拨片，它不像 Raptor 这样会有给。哇，我又忘记了，踩到完。10 speed 10速，再踩 U turn。哇，我很喜欢这辆车的驾驶感受，就是就是我的视野很高。就是在这个高速的时候很平稳，而且觉得它比 Hilux 舒服嘞，底盘扎实，然后车身也很扎实，它打破了我们驾这个传统的 4x4 这种感觉，就是会跳啊，然后四肢，对了，它的那个避震器哦，你会感觉四肢的独立是各有各的不同在震动那种感觉啊，可是我觉得挺舒服了的，以这个 4x4 来讲，而且这个动力也是非常爽。顺 V6 的引擎就是顺，传出来的那种微微的声音也是很顺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转到去手动模式，可是这个手动模式就是要在这个档挂这边按的啊，比较麻烦一点。踩完，到了红线也不会自动升档，我觉得4000转也是 maximum 了，不能再上了。10 speed， 各位 ，10 speed 什么概念？高速稳，车又安静又舒服，又有这样 power 的引擎，冇得頂啊，各位！这刹车还可以哦，虽然这辆车应该有2.2吨，我觉得不错一下。虽然我的驾驶的这个旅途很短啊，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，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如果可以在我手上驾几天哦，真的是可以把它研究太多。还有很多那些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我就不试了，这个很多车真的是有了。现在是在 4A、2H、4H 还有4 Low， 所以我放 Auto 就好，它就会自行的切换。然后呢，驾驶模式呢就有分 Normal、Eco、Towel、Slippery、Mud、Sand。这个是
Normal， 它就没有 Sport 啦。这种4乘4的车，有的是越野的车哦，它的方向盘的幅度很大的哦，就好像比如说这个弯我只需要摆一点点而已，可是这一个 4x4 它一定会摆多一点的。这个可能就是越野很需要这个转向更加精准、更加细腻才这样子做到。可能就停车的时候方向盘要打多几下，就这样子。其实基本上日常生活驾你习惯了之后，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我还发现到，如果你没有在用手动模式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用这一个 Semi Auto。当你按上这个档挂这边加减的时候，你看你就可以选择它会锁在几号档。如果你锁在5的话呢，它就是1到5档之间徘徊，6、7、8、9、10，最多是10啦。但是如果你切换到 Manual Mode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拿 M1、M2、M3 这样子下去啦。这辆车其实吸引到我一点就是，第一就是它的内饰啊，真的是很好看啊，然后有这样大的荧幕，然后还保留着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冷气的转钮，不需要在所有的荧幕里面去调你的冷气啊等等的。第二点就是Ford 一路来不管是主机方面啊，它的仪表啊，其实都很用心的设计，吸引到我就对了，我喜欢它的那个仪表啊等等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动力输出啊，以前 Raptor 还没有出 3.0 的 V6 的时候啊，那时候2.0的 Bi-Turbo 都让我印象深刻，配搭的这个10速的变速箱啊，所以它架起来啊，它的动力的输出真的会很惊人，有大概500个牛顿米，我记得200匹那时候都很厉害了，在2.0炸出这么大的马力，它在城市里面叫我觉得很轻松，这么密的齿轮比配上它的动力的调校，无话可说了。如果你们驾过 Hilux， 跟这个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啊。Hilux 的6速有6速的顺畅，可是当你驾了这种欧系的10速的时候啊，那种感觉绑定跟它的动力的输出真的是不一样，一个是偏于舒适，一个是偏于动力那种感觉。Thank you。360这样子才开给我，享受不错一下哦，哈哈，哥，真的很好驾哦，喜欢你。不管是旧款都好，它给我的印象就是好驾就对了。Not bad, man. Yo guys， 你们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会在这辆车做个结尾呢？因为老板不在，我乱来。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4x4 的市场其实也是蛮大的，你可以看到一路上呢很多的这个 Hilux 啦，很多这个 Ford Ranger、Mitsubishi Triton 啊，Isuzu的 D-Max 啊都有。因为这种车在马来西亚会有得到一种税务折扣，就是 commercial 的。如果是没有的话，你们看一下 Ford 啊，有另外一款车叫做 Everest， 那辆车要300多钱，所以这种车一定会有它的支持者，会有它喜好者。这种车的价格啊也不会亏太多。如果你看回以前的 Ford Ranger 的这个 Raptor 啊，2.0公升的 Bi-Turbo 的旧款的那个价钱也是相当漂亮一下。虽然它没有得到 Hilux 这么保值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它还是很保值的一款车。总结来说 ，Ford Ranger 不管是 Ultra 还是 Raptor 呢，它是一个可以兼顾我们日常生活用舒适、动力，还有去越野的一台车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台车的话，不妨也可以问我询问一些价格方面啊、service 那些可以问我。但是如果要买车，可以找我 test drive 啦。我是 Eder 爱的人，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